还在说卢秀燕只顾反罢免，不去救灾。妈的，谁在搞罢免，没在救灾啊？市长是死了是不是？哦，没死啦，还在忙着吃烤鸭啦。总统是死了是不是？哦，总统没死啊，忙着讲干话。秘书长死了是不是？哦，没死啦，去花莲忙罢免啦。如此支持民进党的下场，大家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要搞大罢免？为什么要做这种全世界没有的事情？为什么要破坏民主的成果？为什么要让经济这么停滞？我真的都晓得这是一个完蛋的象征。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停电的元凶找到了，柯建铭的助理揪了关键啊，国民党害的，你都不用去细究它的内容。台南嘉义县多少年了啊，农民民进都在去讲啊，还是国民党害的。这群狗杂种啊！我气到我不知道说什么。过去25年，国民党只执政了8年，你民进党执政了17年，中央执政17年，地方执政20-30年，还是国民党害的，都是在野党的错。你就看有这些畜生，你都不用去看他写什么讲什么，反正他结论很简单嘛。所以就是你们民进党自己要传播这样消息，不要怪别人。断水断电，台南市长跑去吃好料的，这地人物啦。真正爱关心着这蚵龙、这讨海人，你看砖头安尼，我8号拢受伤，减税有路用呢，唔通搁小罢免啊！我做协会当候民进党的，我非常的后悔，我打国民党会歹势者。该反党啊！恁别要退党啊！恁别要退民进党啊！民进党啊，恶极啊！家种还袂看到台南市的市长，大市长。人走有无满斗食烤鸭，这百姓无这老人啊，一寡中风的啦，坐轮椅的啦，要位倒下去，恁要甲阮安排位倒去？毋还袂看到伊上电视台，啥物来发声啦？唔够好，民进党这足好，无管我这百姓做恶事啦。哎呀，看嘛，等于别争啊啦！太可恶了！民进党在忙什么？你自己看，民进党在忙什么？民进党的党部第3把交椅哦，政策会执行长叫王义川，他在忙什么？你看一下。罢免原之动力全开，然后原之立委五告回आओ，下架方式5告填单5、6、7、8。你看他们在干嘛啦？民进党首席发言人加政策会执行长，你看他们在干什么？你刚死人啊！吴峥啊，王义川，你刚死人啊！这代志你有该加快音啊！再说啊，再嘴啊，再说民团啊，废物2个啊，真的啊！党的第1把交椅，总统每天讲干话；党的第3把交椅，在台北跳扭扭捏捏舞，在跳青鸟舞；党的首席发言人跟着他一起疯，这就是民进党。所以台南人真的要想清楚，今天赖清德是被谁宠坏的？今天王义川、林右昌、吴峥、高美琴、黄伟哲、林俊宪，他们是被谁宠坏的？他们在贯彻赖清德的宗旨啊，至少我们还有音乐啊，所以他们敢那么嚣张，因为你一直投给民进党嘛，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我今天就是把他们所有恶习恶状呈现给你。你看我这几天可能叫我做台南的灾情，你知道我为什么没做吗？因为我想看民进党能够多么不做人啊，可以多烂，可以多么的蛮憨，可以如何的灾难啊！我想知道他们到底如果都没有人出来骂他，他们会做什么事情？结果我4个字送给他们：瞠目结舌啊，不可思议啊！知道他们不做人啊，但不知道他们可以如此不做人啊！继续大罢免大成功啊！还在忙着出征卢秀燕呐、卢秀燕派人南下救灾，所以继续修理卢秀燕呐、继续攻击在野党，垃圾无以形容他们的垃圾行为，垃圾都对不起这群垃圾，可恨呐、帮忙救灾的卢秀燕，还要被你自由时报在那边靠背，还要酸说卢秀燕说有情有义问号，这叫同情心，人家是这样讲的吗？讲了一副卢秀燕高高在上，还敢下这种标题，还在带风向啊，把人家的整个的话语跟扭曲成卢秀燕赏南部的一样。就是杂碎到这种程度，还在说卢秀燕只顾反罢免，不去救灾。台中就没什么灾情，是要救什么灾呀、就下大雨的时候，水一时排不出去，稍微淹了一点水，然后水就排掉了，不是吗？难道这不是现实吗？他们就是在攻击卢秀燕嘛，说他都只在反罢免，没在救灾。干你妈的，谁在搞罢免，没在救灾啊？行政院长死了是不是？市长是死了是不是？哦，没死啦，还在忙着吃烤鸭啦。啊，总统是死了是不是？哦，总统没死啊，忙着讲干话啦。啊，秘书长死了是不是？哦，没死啦，去花莲忙罢免啦。黑熊是死了是不是？黑熊哦，黑熊还真的在忙着大罢免大绕境、啊，在台中忙着搞罢免啊，什么忙得很啊！他的好队友曹新哲被砍了，他最近呢更加认真在反罢免啊，救灾包赚得盆满钵满不出来，躲在后面忙着罢免，忙着在打卢秀燕，忙着在修理在野党，中国红熊红孩儿很忙啊！来个青鸟式的大罢免大成功，一定要大成功！
最后有人去挖了沈伯洋的旧文，说为什么台南这么严重，黑熊就是不出动。他怎么想这事情呢？他当年写在黑熊学院的，有风灾就出动去救灾啊，谈防卫抵抗就去当兵啊，一有灾害就政府要全员动员，等别人来救，就是一种巨婴心态啊。更何况呢，救灾经验的人都知道，灾害现场最怕的就是大量的热心民众，因为重大灾害现场会控管，有经验有技术的人员在有限区域内进行搜救，外围再由民间团体协助心理支持、物资等支持。最怕的是抢着想帮忙又毫无组织的民众，造成现场指挥混乱。所以现在就连正规搜救队都会在量能充足之后，主动向其他县市表示人手已够，不必派员支援啊。所以呢，我们需要的是韧性啊，不是仰赖特定少数人去应对，只有多数人想要等别人帮忙啊。我们更应该追求是所有人都有60分的能力去应对90%的灾害与冲击，去恢复家园跟城市机能，让90分的人去应对更急迫更艰巨的任务，把资源留给真正需要协助的地方。期望每一个人都跟南坡一样是不切实际的。他已经告诉你了，赖清德讲说国军要去应对更严重的状况，自己人要想办法应对。赖清德讲了，是不是沈伯洋说的？跟赖清讲的一模一样，878不能再相信。整个周末啊，大家最聚焦就2件事，一个叫大罢免，另外一个叫做大风灾，很魔幻的一个组合啊。因为南部这次受创的程度呢，远超乎我们原本在媒体所收到的讯息。随着呢电力通讯逐步的恢复，很多地方依然呢是在深水当中，或者是道路依然是部分阻断啊，粮食啊各种东西很难送进去哦。赖清德去了台南勘灾哦，做了几个很奇怪的反应。第一个，他不让国军呢进到民房，台南在地的乡民反映啊，就是国军可不可以来帮忙？他说国军是不能进到民宅的哦，这是法律有规定哦。可是仅仅在几天之前呢，高雄旗津啊污水厂爆管的事情啊，有50户民宅被污水整个冲烂，国军就直接进到民房里面，还有大量泥沙嘛，很臭啊。然后结果最后是国军进场帮忙疏散的哦。另外呢，还有帆布啊，很稀缺，因为屋顶都被吹走了哦，所以呢，林俊宪就贡献了很多本来要选举的帆布，郡县牌帆布，对。然后可是灾民说啊，我们不敢爬上去，赖清德说你还是得自己爬哦。那总之呢，就是这样光怪陆离的情况，那不是风灾很严重的问题，而是北部的大罢民进党是请全力在支持，包括秘书长去了花莲，政策会执行长兼立委啊，明星立委王义川，首席发言人吴峥也去大罢免去唱歌跳舞，但唯独就是这勘灾问题，民进党这么的分离的状况，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赖清德对于灾民如此的苛刻？我先叹一口气啊，我觉得你刚刚讲了半天呢，就是用3个词啊，6个字：无能、落后以及完蛋了。赖清德呢，他自己啊做了几件事情啊，实在是不可原谅，匪夷所思了啊。第一点呢，南部是他当过台南市市长，他当多久？当蛮久的吧，6年。他对台南的现状还是非常了解，而且至少有些同理心嘛。他应该完全知道台南的乡下。台湾是一个年平均5万多美金的地方，你能够想象这个有这么落后的地方吗？那个很难想象的啊。赖清德的话呢，他讲了一句非常外行的话了，那个国军本来就包含救灾的任务嘛。你自己遇到汉光演习的时候呢，你要马上做个判断嘛。你那个第5讲、第6讲都可以停下来了，因为台风的话，汉光演习可以停下来，救灾第一嘛。演习视同作战，你同时救灾也视同作战啊，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停不下来呢？让人家不得不想到，你有好多美国人在旁边看着你啊，你都不敢做决定嘛。还请了那个退役的上将佛林来啊什么的啊，为什么请那些退役的上将来呢？现役的没办法来，退役的来了以后呢，随便讲几句话，比较不负责任嘛。然后说在台湾汉光演习表现得非常好，汽油桶架在淡水河口上的话呢，阻绝了这个解放军嘛。不管怎么讲，这是非常无能的表现。这不是无能了，这其实判断有点错误了。第二点，落后基本上的话，说停电停8、9天，地上。我跟你讲，我看了非常多的影片，也没有想到落后成这个样子，也不晓得风灾这么大。但是大家可以知道，我觉得这里头有一点，我现在才发觉中央山脉真的很伟大，你知道。中央山脉使得台湾能活，否则台湾不能活。前一阵子讲到台南人多骄傲啊，这个李安、黄仁勋都是台南长大的啊，这个嘉南台南的罪啊，这个很不一样啊，这个 keep 啊，对不对？好了，现在不行了，只要是有一个台风是往西南的方向一刮过来的话，是最惨的。没想到南部这么严重，我跟你讲，我看了一张照片都没有看到有一个家里有屋顶的，而且最惨的事情，大家有一些地方感觉到赖清德的能够搞这个大罢免的基础就在于南部没有人被罢免了，所以他没事全部搞在北部、中部这样子的情况，这个真的是一个完蛋的象征呢。
我必须坦白讲，我这个完蛋指的是赖清德原来的计划。为什么要搞大罢免？为什么要做这种全世界没有的这种事情？为什么要破坏民主的成果？为什么要造成社会上的大分裂？为什么要让经济这么停滞？我真的都想不透。我现在稍微了解一点，说赖清德把宝全部压在南部的激情热情分子上。这是他自己的本命区啊。我们坐在这边就是评论南部的事情了。像你本身来讲的话，因为你来自南部，将心比心，你会觉得说就多多少少有一些你亲戚朋友啊什么在南部的话，感觉到生活上是不是受到影响？那我就觉得说这里面的情况真的是非常严重。那说南部本身来讲如此支持民进党的下场这个可以大家好好想一想。我自己个人认为每个人的本位主义非常重不要指望一次台风就会让南部人开始不支持赖清德，或者南部人甚至不要说是转支持什么朱立伦，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会觉得说非常值得检讨，所以我会说完蛋的事情只是一个开始就说是它是一个无能，是一个落后，又是一个完蛋的一个征兆。